我最近特别愿意吃那种小包装的灯影牛肉丝，但是我研究了一下，市面上都有95%以上的产品其实用的都是大豆拉丝蛋白，所以我去买了2个牛后腿，我打算看看这纯牛肉做的和那老豆干吃起来到底有什么不一样，顺便也算算这纯肉的做完成本是多少钱一斤。不过在做这个牛肉丝之前，我们需要先熬出一大锅卤汤，这汤越香，那牛肉嚼的就越有滋味。这锅汤在炖完牛肉之后，比之前卤猪蹄剩的那锅汤还香。那锅我之前就给留着当老汤了，现在这锅我也想留着当老汤，所以我们安排了一波老汤见老汤，这回估计是得吃到地老天荒了。这些牛肉在卤泡了1宿之后就已经特别入味了，然后就是做这灯影牛肉丝最麻烦的事儿了，就是怎么把这些牛肉撕成丝儿。我们试了好多工具，相对好用的是这个撕丝神器，但它也就是个半自助的半自助机器，因为牛肉比较硬，它只能先把块状打散，然后需要人工先把它的筋撕开，再撕成细丝儿。我们在这整整扒了13个小时，从早晨兴高采烈的开始干到晚上都没劲儿哭了，干到凌晨的时候算彻底绝望了，给我价值观都干崩溃了。就有那么一瞬间，我一度认为大豆组织蛋白是一项很伟大的发明，太荒谬了。这些肉扒完丝儿，算是彻底给我们累麻了。完就寻思先歇会儿，刷刷手机。正好最近新换了个苹果14 Pro Max， 这手机内存大、运行快，价格还实惠。在转转上买的，才花了8900，用着跟新的一样，比新的还便宜2000多。而且转转是官方验二手平台，手机都有真人检测，数码产品全都保修1年，特别靠谱。想换数码设备的，推荐你们也去转转看看。然后这些牛肉丝儿要大火给它炸到脱水，为了能更好吃，我还一起炸了4盆料油。后来我算了一下，那200斤肉卤完炸完就剩下60多斤了，但是炸肉炸油却一共用了100斤油。要不怎么说这玩意儿吃着香呢？它主打的就是一个油比肉多。最后要把这些牛肉丝大火爆炒，烹出锅气，出锅之前再多撒点芝麻。现在它的口味是甜麻辣香，一口直接入魂。而且得益于我们撕那玩意儿实在不太均匀，这里边的细丝儿入口化渣特别酥脆，那粗的也是油汪汪的，吃起来很多汁水。主要是这个味儿和外面卖的实在是太不一样了，就是它不只有料香，还有越嚼越香的肉香。然后我算了一下，这纯肉的做完了合成本是60多块钱一斤。这牛肉丝现在吃着就一个问题，就是它太费酒了，平均每100克的耗酒量在5到8瓶之间。我估计等我们把这些东西都吃完呢，我家楼下卖酒那小子也该琢磨换车了。完了，全完了，翻车了。哈尔滨这2天太冷了，再加上有点别的热闹，我爷现在都去不了早市了。这一下我奶断粮了，这不行啊，得赶紧保护我方老头啊。但这2天冷真不是盖的，厨房不这么点一下根本待不了。我问我奶，我说天冷吃点炖菜行不行啊？我奶说炖行，菜不行。老太太天冷得吃肉。排骨给我奶炖上了，盛的时候我特意把豆角放底下了，因为排骨炖豆角和豆角炖排骨在我奶心里就是俩菜。猪蹄儿是整个给我奶卤的，吃的时候我奶说给我夹个小块的，我爸说没有小块的，都是整个的。我奶说对，在那3个里边给我挑个小块的。今天本来要蒸南瓜发糕，前面的步骤都非常完美，为了发酵快点，我放卧室吹空调去了。我姑父来帮忙，以为这是蒸馒头呢，这顿给我揉啊，尝试了各种补救措施，最后蒸成这样，这给我弟气的呀。我弟说在我家以后肯定是给他搬了，不管家里多少人，只要他按门铃就是没有人。最后给我奶焖了一锅牛排，还煲了一锅老鸭汤，你说这好孙子上哪儿找去？我弟说你快别美了，你奶还没有主食呢。完了我俩又订的外卖换成自己家包装给我奶送去了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外包卤蹄儿、笋腿、鱼香蛋、京丝儿、排饺、螺丸、蒸宝、红牛、鸭汤，后娘打孩子又是一顿。我弟就怕露馅，坐那就开始吃，这一张干豆腐卷一个菜，眼瞅就干豆腐卷干豆腐了。但我奶这牛排吃嗨了，还真没发现什么端倪，他就觉得这包子馅有点小，告诉我俩说你俩下回注意啊。狗棚自远方来，直奔我老窝而来。我今天又让人掏了水，今天这哥们都主动要求干点活。我说爹你别干了，等会儿你再给我弟家房子拆了，咱聚一次没必要。然后我又是记几个从扒蒜开始，这3斤多羊排花我150块钱，我等会儿得盯这个吃。差不多就可以上灶了。今天没买龙虾啊，今天人多刷不起。有人说这个冷冻的虾尾别吃，不新鲜，我没吃，我这不给哥们做的吗？我今天还是准备了几个硬菜啊。
今天吃挺补啊。人家上你家来，你费心思准备几个拿手菜，串门没热菜，我真接受不了。你一会儿切几盘熟食，一会儿煮几盘海鲜，我就不明白了，哥们，我大老远来上你家吃自助来了，我咋吃大米饭呢？你瞅咱整这玩意儿能不招人吗？来看我们今天吃啥啊？哎，哥们，你靠我边来。来，咱们从这边看吧。祖传排骨汤、蒜蓉龙虾尾、虾仁芦笋羊肉片、土豆炖茄子水果茶，还有一锅烤羊排。那我们就先吃饭了，行不行？哎呀，你是不是得减肥呀？别看了。我姑昨天拉着我奶上市场囤了不少东西，说响应号召11不出门了，让我们也别去了，还让我求走不少东西。我说奶，你放心吧，我们自己吃喝都没问题。我奶说给你的东西是让你做熟了给我拿回来，我有毛病，我这么大岁数操心你们俩吃喝。我姑说你奶就说这玩意儿，那螃蟹和虾都是给你们俩买的，但这根牛尾巴不太确定，你就当一家一半吧。但这几根牛骨棒我敢肯定是他给自己买的，因为你奶站到那就走不动道了，我得10来年没看到他眼珠子放光了。和了点馅儿，给我奶包了100多个饺子，这些饺子应该够11保住我爷的了。家里剩个馒头炸成丸子了，这牛尾煎起来奶香的。我寻有头牛在我锅里下奶呢，还做了几个东北版的酸口粤菜啊，脑也酸的酸。这牛骨汤也贼香，这种肉汤在东北必须下面条，开了2包磨脚馅的重庆小面，这个料包有点东西，红油辣子味儿特别正，而且它是挂面，就添点配菜，这跟外面卖的没啥区别，最主要是价格合适，这3块多一袋。我弟说这个必买，这半夜订外卖配送费就8、9块钱，咋吃都是一股土逼味儿。来吧，吃香了，蒸螃、小鸡、蚝香油、海粥、油大、玉猪脚、围子汤、广宝、玉猪胶饺、鳗丸、黄虾饺、稀髓、豉大排。我奶这骨髓可整过瘾了，管都不用了，全扒拉到碗里。他说我这煎饺不错，说吃完这个煎饺世上再无煎饺。但是我奶也有遗憾呢，他说我爸太忙了，要是我爸能拉他去市场，他高低还能拉回来2个肘子。孙子，给我来块肉。今天给我奶做点饭送去，我奶最近倒是没骂我爷，但不得防患于未然吗？就像你对象跟你说没事儿，真没事儿，你心里明镜呢，其实就是完了，全完了。上回整个肘子给我奶吃嗨了，这回我来个猪蹄儿吧，给我奶美容。但我现在这个身体吧，整个猪蹄儿多少是有点讽刺了。讽刺的不只是我啊，我们俩现在这双扣听了，这是。你说我俩一人就剩半拉玩意儿好使了，还在这给我奶整石头头呢。我就希望我奶能对我爷好点，真的。要再说过2天我爷又挨呲了，完给我俩整过来了。哼，那照这个架势，我俩应该是拄拐来了。应该2个肉菜怎么能治愈我奶呢？这小孩都明白的道理啊！赶紧的，猪肉炖粉条安排上吧。完了，我奶头2天说没吃过葱烧海参，我说这好办呢，孙子给你做一个葱烧木耳，实在不行再给你个葱爆肥牛，都差不多的玩意儿。我说你这么大岁数，还走那形式干啥呀？第2天拉出都一样的。最后小的溜的拌了个凉菜，又整了个上汤娃娃菜，荤素搭配你才能长命百岁。我弟在那打着包问我说哥为啥有事都咱俩上啊？我说这不都是因为你有个好妈，我有个好爸吗？来吧，吃香了，葱耳、爆牛、红柿、上娃、猪粉、烧蹄儿加凉，这猪肉炖粉条和点饭，狮头捣碎乎了再拌点饭，完了再啃个猪蹄儿。我爷这个礼拜应该是安全了。我弟不是手也坏了吗？可劲在我奶眼前晃悠，我都快怼我奶眼珠上了，寻思让我奶关心他。我奶看着之后非常感性的说了一句，他说外孙子你他妈能不能拿稳点，别晃悠，我他妈夹不起来这块肉了。